是中国男篮打得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篮小组赛第4场，中国男篮大战德国战车，此战双方都不容有失，赢则晋级8强，输则回家钓鱼。因此比赛还没开始，浓烈的火药味已经弥漫在整个五棵松体育场。首节比赛开始，姚明内线连续单打卡曼，稳稳拿下4分，把卡曼虐得又卡又慢。诺天王看到内线老伙计被虐，随即迎战阿联，一记中投出手球空心入网。但作为 NBA 6号秀的阿联可咽不下这口气，在同样的位置回敬了一记中投，找回颜面。诺天王一看你个2年级菜鸟居然这么刚，随即3分线外顶着阿联标中3分，叫阿联做人。阿联这边也不含糊，请诺天王吃了顿正宗的一记火锅。在随后的一波进攻中，哈曼机动跑位直插篮下，孙悦作为东道主孙记火锅自然少不了。看到兄弟们都这么给力，大姚手又痒痒了。篮下面对又卡又慢的卡曼打板命中2分，还骗了个犯规。随后双方默契的打了一会儿铁，测试篮筐的质量。这时阿联突然想起，刚刚诺天王在他面前标中3分，他还没回礼呢，于是找到机会迎着诺维斯基稳稳命中3分。不得不说，当年的阿联绝对配得上一个 NBA 首发的位置。在随后的一波进攻中，先是德国队送给中国队一记抢断，紧接着中国队莱尔布昂飞利耶连着2顿火锅封杀，把德国朋友感动的不要不要的。此时诺维斯基的前队友王治郅上场了，上来就用梦幻脚步送给诺天王一份见面礼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。但还没完，紧接着又给诺天王的内线老伙计又卡又慢送上了3分大礼包。正所谓好事成双，首节战罢，中国男篮以19-9领先德国男篮。关注高哥不迷路，高哥带你上高速，我们下集见。你还记得上一次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上赢球是什么时候吗？没错，正是14年前的这场中德大战。首节比赛，中国男篮内外开花，把诺天王率领的德国战车打得一愣一愣的。要知道，在过往的历次交手中，中国男篮以2胜10负的战绩处于绝对劣势。第一节的顺风顺水也为接下来过山车般的剧情埋下了伏笔。第2节的比赛开始，德国队的替补控卫罗勒带着库里提耶卡上场，连着2记不讲理的3分球吹响了反攻的号角。就连第一节被姚明虐得不要不要的卡曼，也在内线抢下进攻篮板2次进攻得手。好在孙悦一记猴子偷桃，为中国队打破得分荒。随后姚明3分线外迎着卡曼投入3分，尽显世界第一中锋的风采。这时德国队的哈曼站了出来，后场一路奔袭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条龙上篮得手，比分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。随后又是哈曼抢断刘伟，快攻上篮，面对王治郅的追捧，2分打成。德国队在他的带领下迅速扩大优势，半场结束时已经反超中国队4分，一边再战。孙悦上来就是一记漂亮的3分球，为中国后卫第2节的糟糕表现挽回颜面。紧接着刘伟面对比他高2头的诺维斯基，直接干拔3分也中。谁说中国男篮后卫不行的？这时诺维斯基为了找回面子，篮下强持易建联拿下2分。找到感觉的刘伟可不惯着他，面对诺维斯基中距离投篮再中。这是诺维斯基内线的老伙计卡曼看不下去了。第一节我被虐的时候你为我出头，现在你被虐了，该轮到我为你出头了。只见他篮下顶着姚明，踉踉跄跄一个小抛手，球进了。不得不说，卡曼这兄弟能出，关键时刻是真上啊！但就在下一秒，姚明回过头来就是一个2+1，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他了。诺维斯基作为老大，看到卡曼老弟又被虐了，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快攻到前场，迎着易建联一个转身上篮，夺过了易建联，却等来了孙大圣，一顿火锅自然少不了。3节战罢，中国队47-39，带着8分的优势进入第4节的决胜。决定2队命运的第4节比赛开始了。姚明一上来面对单防的费穆林，连续2记内线跳投稳稳命中。虽然防守人不是卡曼，但在体能充沛的姚明面前，谁来都不好使。随后王仕鹏快下，姚明心领神会，一记秒传助力王仕鹏打成2+1，将分差扩大到13分。这时呢，诺天王眼看情况不妙，主动要球，一下虚晃躲过孙悦的防守，跳投得手。随后又迎着阿联稳稳命中3分，将分差追至个位数。这周中国队防守注意力不集中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罗勒一路小跑到3分线外，接队友传球3分球手起刀落，德国队的进攻势头起来了。诺维斯基一步过掉阿联，面对姚明的补防，高难度2分打成，还骗了一个犯规。到底是天王巨星，关键时刻能扛着球队往前走。眼看着分差被一点点追平，这是轮到姚明坐不住了，你能把比分追上来，我就能再次超回去。只见他一个精妙的跑位，摆脱防守球员，接孙悦传球，稳稳命中2分，打破得分荒。但德国队火热的手感仍在延续，又是诺维斯基3分线外直接干拔3分再中，比分来到了56-55。比赛进入到最后1分钟的决胜，关键时刻阿联站了出来。易建联漂亮球，关键时刻呀，易建联这球投进去了。现在还有28.1秒，诺维斯基3分球没有中，行，今儿拿下了。还有18.8秒钟，姚明要罚球。好球，奠定胜局的一分啊！诺维斯基后头要丢，好的，中国队出手好球，别着急，赢了，这场已经没有机会了。
最后的4.8秒钟，德国队发球，这种投篮没有，中国队控制篮板球。